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要来重拍一部就之前有上传过的影片，但是因为之前的设备比较没那么好，所以收音的效果不好。那很多好朋友就说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。那我们今天就来重拍。那今天要操作的就是这个黑糖、枸杞啊。葡萄干这两个看起来很像，但这是绿葡萄干啊。那黑糖、枸杞、葡萄干，那中间的枸杞我们会稍微水洗过啊，再沥干来操作。在操作之前呢，欢迎你帮我按订阅、分享，再按赞。那我们换个位置来操作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边介绍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材料，然后边操作。这里是250cc 的水，那我们把25公克的黑糖把它倒进来，然后用筷子把它稍微搅拌一下，好，让这些黑糖融化。把这5克的发酵粉把它倒进来，好，一样把它稍微搅拌一下。好，这里是500公克的中筋面粉，我们把这个发酵水啊，黑糖发酵水把它倒进来，然后边倒进来边搅拌。然后再加上这个已经我们稍微清洗过的枸杞子啊，25公克，把它倒进来。再来葡萄干，这里是50克的葡萄干，我们一样把它倒进来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，搅拌成大面絮状。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工作盆里面的粉啊，面粉已经没有了啊，都是已经全为面絮的。那我们现在把筷子把它拨干净，然后用手来开始搓揉按压。边搓揉的时候啊，一样边把这个工作盆把它稍微擦拭一下。最近很多好朋友在问啊，说我们除了手去揉它以外啊，可不可以用机器搅面机来搅拌？那除了第一次用搅拌机以外，第二次可不可以也用搅拌机？那是当然可以的，因为外面市售的馒头啊，我们称为机械馒头，它从头到尾都是用搅拌机在做搅拌的，只是最后做收尾哦，手工去做收尾。那还有几位女性的好朋友啊，她说：“哎，我的力气不够大，没办法像你这样子用力的搓揉。”但是事实上，你如果没有办法用力搓揉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事实上，很多家长啊，在这段疫情期间呢，也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操作。好，所以当然你会感觉我的手劲啊很用力，但事实上你这样慢慢轻轻揉也是没有问题的啊。那再来就是发酵时间啊。最近比较多人问的是发酵时间。那坦白讲，发酵时间因为天气每个季节的气温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发酵时间会跟着不一样。那以现在夏天啊，现在是6月底的啊，那今天的温度也在30几度。那你的一次发酵时间呢，差不多抓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。如果你不会去判断它是不是2倍大，那你最保守的估计你就抓1个半小时。那2次发酵的时候啊，你成型完2次发酵，你抓差不多15到20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的搓揉时间一样是抓8分钟。之前上传的这个口味啊，黑糖、枸杞、葡萄干，最近点阅率蛮多的。然后，但是就是很多人说声音的收音效果不好。当然第一个你可以把你的设备把它调大声一点点，理论上是可以听得到。那所以因为太多人反映了，所以我就今天再来重做。最近应该也会重做一些之前拍的收音效果不好的，我们来重拍一下。好，经过8分钟左右的搓揉，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啊。那我们把它稍微整形一下。
那放在工作盆里面，等待它做一次发酵。一次发酵的判断就是现在面团的2倍大。那你如果不知道判断的话，一定要用时间。那我们差不多抓1个半小时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经过1个半小时的发酵，我们的面团已经2倍大了。我们把它剥下来哈，因为刚没开到声音啊，所以中间那个膨胀大家有看到啊，但是没有声音，有画面没有声音，没关系，那个就是已经我们发酵了90分钟啊，1个半小时。那我们把它取下来，我们现在开始做排气的动作，然后案板上面一样是撒一些手粉在上面。所谓的手粉就是这个啊，中筋面粉啊，就是我们放在手上的手粉。那我们的排气动作一样做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还有刚才有及时发现那个收音的部分没有开啊，不然这个做下去又失败了。因为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重来的啊，没有办法就倒回前面，然后重新来过，因为我们已经取下来了。它就没办法恢复到原来膨胀的样子。你如果感觉面团有一点湿，那我们就添加这个手粉。这个是手上的手，不是煮熟的熟或者是其他的哈。有人说，为什么是用熟的粉啊，煮熟的粉，而不是用生粉？那我们是指放在手上这个粉啊，我们随手来添加的粉啊，我们俗称手粉。好，经过5分钟左右的搓揉，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，排气动作已经好了。我们在案板上面一样把它抹一层粉，然后在表面也稍微涂一点点，好，稍微整形一下。那我们把它擀平。好，我们把它擀成差不多0.3公分左右的厚度。那我们现在由外往内把它做卷的动作，好，把它卷实，好，把它卷实，然后再由内往外，啊，把它搓开，由内往外把它搓开，搓成长条形，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做切割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啊，留1个哦。那我们在中间切2刀，哦，划2刀。那划这2刀的作用是为了来判别它2次发酵是否成功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开口是一点点，刚刀切痕。那发酵成功的时候，它会这样子开，哈。那我们今天的温度差不多30度左右。那我们发酵给它做个差不多15到20分钟。那我们放在蒸盘上面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黑糖枸杞葡萄干馒头啊，这个是有切痕的。那我们把它放在蒸笼里面，等待它做2次发酵。2次发酵的判断就是现在馒头的1.3倍左右。那再来就是看这个开口有没有膨胀开来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好，经过15分钟左右的2次发酵，好，因为今天天气是室温是30度左右。那刚才有跟各位讲说，我们拿一个把它切2刀来看它的缺口。好，那现在这个缺口已经膨胀的啊，已经张开了。那这个稍微没有，那因为它切的深度的问题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以这个来看，哦，它已经膨胀，已经整个张开了。那有好朋友问说，那可不可以按看看？这样子，它慢慢会回弹下来。如果你是初学，你可以事实上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，把它切2刀，然后来看它的膨胀，好像张开了，好像这个角度，这样就差不多算 OK 了。那我们现在放到蒸笼里面，开大火下去蒸，
等到它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，15分钟一到，那我们关火，再焖个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咯。Hello， 我们的黑糖枸杞葡萄干馒头已经蒸好了。那这一个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有画2刀啊，我们有画2刀。那这个是稍微粘住，但是我们主要可以看这边这个啊，各位可以看近一点看，它已经膨胀开来。我们刚刚开始在看2次发酵是否完成的时候，就是按照这2刀来判断啊。当然这个稍微切深一点，它张的比较大一点啊。那这个是另外一种技巧啊，你可以判断你的2次发酵是否完成啊。那这个我们就用这个来看一下啊，它可以慢慢的恢复回来啊。那我们再拆开，给各位看一下啊。这个就是葡萄干，然后这边是枸杞啊，它长得颜色很像啊，因为它这个是绿葡萄干。那你如果没有这种绿葡萄干，你也可以用一般的葡萄干。那我们来试吃一口看看。这个是经典的红糖口味啊，或者叫做经典的黑糖口味。那你如果家里没有枸杞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用黑糖再加上葡萄干或者其他的坚果之类的都可以啊，可以试着来操作。那今天的。那你吃起来啊，就可以听到蛮 Q 的啊，咀嚼的声音。然后你如果喜欢今天的黑糖枸杞葡萄干，你当然可以在家里试着操作看看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，我再试着帮你回复你的问题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